战事发展10个月，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无视俄罗斯的抗议了。英国帮助乌克兰策划了多起行动，比如袭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而现在还承认了一件事：4月份便将海军陆战队第45突击队的300名队员派到了乌克兰。美国更是放开了手脚，从开始的单兵装备到中期的海马斯火箭炮与 AGM-88 反辐射导弹，现在连爱国者都要拿出来了。说不定啥时候美军便从飞机坟场起风一批战机援助乌克兰了。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明刀明枪了，但谁也比不过这个国家。打算动员20万兵力去白俄边境来一次军事演习，这个国家自然是波兰，也是开战初期的抗俄先锋。从战争一开始，波兰就想带着兵力进入乌克兰西部或者白俄罗斯西部。而前些天，波兰宣布将组织20万兵力参加明年在白俄边境的军事演习。当火力军看到这一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波兰真的要下场了，而且还是出动20万兵力。因为波兰选择的演习时间点太过敏感了。目前俄乌战场节奏放缓，并不代表俄乌冲突即将结束，反而会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以及乌克兰背后的西方也都在为冬季后的攻势做准备。乌克兰在等西方的武器，呼吁西方扩大军事援助力度的声音越来越大，要求给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武器，尤其是先进的防空系统、战机以及远程导弹。俄罗斯也同样在等。无论是为了打出更大的战果，还是为了减少战场上的损失，俄罗斯动员的30万部队都需要更多的训练，并且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武器弹药消耗巨大，俄罗斯的消耗也同样不小。在俄乌冲突放缓的阶段，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轰炸也是一笔巨大的消耗。波兰选择演习的时间点，正是乌军开春发动新攻势的理想时机。届时，北约会提供更先进的武器，下一次动员也结束了。在欧洲训练的乌克兰作战旅也做好准备了。波兰选择这个时机演习，保不准拉着军队直接进入乌克兰战场。毕竟当初的俄罗斯就是借助演习闪击乌克兰的，只是目前波兰总兵力只有16万人，所以波兰在今年进行了隐性动员。当时预备役军人动员数量估计为3万到4万人，加起来正好20万兵力。反正北约对乌克兰的介入已经人尽皆知了，乌克兰之所以能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硬扛俄罗斯的大举入侵，并且还能够组织多场大规模反攻，就是由于西方国家不遗余力的帮助，还有以雇佣兵为名的北约正规军。支撑乌克兰军队打到了现在，尤其是美国还动用大量的空中、海上和太空的侦察和监视资源，为乌军提供大量准确情报，让乌军屡屡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袭击，并取得了击沉俄海军导弹巡洋舰等辉煌战果。你没发现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在国家上抗议北约介入了吗？这说明他们发现压根阻止不了。而波兰正规军的介入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早，而且就连特种兵都已经进入了乌克兰。此前，俄军第15摩步旅在顿涅茨克接触线附近曾与一支乌军小队交了手，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这支小队全都是波兰人，同时还得到了大量与波兰相关的官方证件，这些证件的款式也都是目前波兰官方流通的正式款，也就是说，这队人是实打实的波兰正规军。而根据公开的其他信息发现，这支部队由波兰特种部队和特工组成的分队，身着乌军制服前往马尔加涅茨，其目的是搜寻协助俄罗斯的帮凶。这支特种部队支队不向乌克兰报告，而是由北约直接指挥。因为近段时间马尔加涅茨一直是俄军轰炸的目标，当地驻扎着乌军第44炮兵旅。由于该地位于卡霍夫卡水库右岸，乌军炮兵部队的存在对俄军在赫尔松的行动有极大的威慑。毕竟马尔加涅茨对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要地，谁能掌握这个地方，谁就能在赫尔松取得优势。也正是这个原因，波兰特种部队才会出兵马尔加涅茨。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是，波兰此前制裁了一些车臣军还有卢顿两地军队的军官，而他们所领导的军队此前曾对波兰雇佣兵造成了重创。
波兰选择同意特种兵进入乌克兰，更多的是有自己的意图在里面。毕竟最恨俄罗斯的欧洲国家就是波兰，因为双方可是有着深仇大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波兰就奔走各方，拉人头、拉赞助，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当然，对于波兰来说，趁这个机会拉上一票好友，痛击俄罗斯。马特乌什、波拉维茨基睡觉都能笑醒。最开始的时候，波兰还曾向北约提议，向乌克兰西部派出以波兰特种兵为主体的北约维和部队，以此来保护该地区民众免受俄军袭击。后来，北约拒绝了这项提议，因为就是可能会导致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但后来，泽连斯基签署了一条新法令，给了波兰进入乌克兰的机会。新法令允许波兰人在乌克兰享受特殊地位，除了能够在这边合法居留1年以外，还给予了大量生活福利，跟本地居民几乎没两样，甚至还可能因为波兰人的身份获得优待。单凭波兰人可以在乌克兰长期居留这一点，就已经可以让波兰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甚至可以让波兰士兵以平民身份进入乌克兰，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就可以让大量士兵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在乌克兰扎根。而且波兰与乌克兰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也有很多，北约援助乌克兰的军事装备大部分都是先被送到波兰的军事基地，然后再运到乌克兰。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建立互助关系，双方同意评估外部威胁和双边合作的优先事项。这种友谊的地缘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两个国家可以形成一条单一的防线，还能形成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运输走廊。但事实上，波兰非常想进入乌西地区，并不只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实际上，波兰有心接管整个乌克兰。是的，你没听错，波兰想成立一个海监联邦。这是一战之后波兰的毕苏斯基提出的一项政治计划，试图建立一个在波兰保护下的中东国家联盟。在波兰的未来蓝图中，除了乌克兰地区以外，这个联邦还将包括白俄罗斯、立陶宛与加里宁格勒地区，而且这些国家与地区都必须要与俄罗斯分离，这就是波兰如今最大的梦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波兰绝对有这样做的动机与法理。在二战前后，当时的波兰领土面积比现在要更大一些，但因为战败，有不少领土都被苏联和德国瓜分。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其实是二战后苏联强行从波兰版图上割出来并入的，所以在入侵战争爆发以后，波兰就一直想拿回这片土地，因为这曾属于波兰。而泽连斯基签署的新法令也被俄罗斯认为是夺取这片领土的关键一步。从现实角度来看，对于波兰来说，过去没有机会拿回失地，如今机会已经是摆在眼前。前些日子，波兰政府打算在乌克兰西部地区搞一次公投，从而收回乌西地区的利沃夫等地区。目前，波兰政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相关准备了，据说连公投用的选票都印刷好了。这一波操作可谓是与俄罗斯之前的4地公投如出一辙。波兰方面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原因是这段时间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部分国家都先后表示过，俄乌双方应该以和谈为基础解决争端。这样的方式显然是触及了波兰在这次冲突中的利益。如果俄乌在短时间内进行和谈，那么波兰就难以拿回自己的领土了，先期投入的这么多人员损失也将血本无归。不过波兰能不能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夺回乌西地区会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就是国内的反对声，拿下曾经属于波兰的土地，国民与政府高层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声音，反正现在斯大林也不在了。但这片领土还有大量乌克兰民众呢，赶走或是留下，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地区人数不少，而且经济水平也比较低，接纳了这些地区的乌克兰居民，势必要拉低国内的整体生活水平。像早期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欧洲国家，哪一个不是惹得一身骚？波兰接收的那一批难民，可是给波兰财政造成了不小的负担，甚至还加深了波兰与乌克兰民众之间的矛盾。未来想要推动一体化，波兰面对的民意压力可不是小。不过目前来看，波兰不仅能压制住国内反对声，还能用民粹思想和舆论宣传，获得很大一部分民意的支持。另外就是西方国家能不能同意？
北约目前还是以美国为首的。作为北约国家的一员，波兰如果得不到美国的首肯，火力军估计很难实现占领乌西地区的目标。所以，波兰想要吞下乌西地区，就必须得到美国的默许。当然，美国也有把波兰当成对抗俄罗斯的第二步棋，一旦乌克兰顶不住了，为了避免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同时也避免北约东扩的势头被斩断，由波兰率先出手抗击俄罗斯。波兰军队进入乌克兰还是拥有不少好处的，除了拿回属于自己的土地这点，其次就是欧洲援助的大量重武器，目前都囤积在波兰，没法大规模运送到乌东前线，派不上用场。如果波兰军队可以进入乌克兰战场的话，这些援助的重武器就可以直接用上了。再加上波兰士兵非常熟悉欧洲武器的操作，战斗力会更加强。但目前看来，乌克兰胜算还是挺大的，毕竟火力军一直在支持着乌克兰，并且看着乌军从开始的抵抗变成如今的反攻，胜利的天平也一直在向乌克兰倾斜。这一切的结果只能等到明年春季的到来了。不知道明年这场战争能不能结束，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